自从去年10月底OpenAI release ChatGPT 之后呢，相信各位观众这4个月以来，在 YouTube 上面一定看到很多关于 ChatGPT 的影片，像是教你如何上手使用 ChatGPT 怎么使用 ChatGPT 提高生产效率或是使用 ChatGPT 一个月赚多少钱之类的影片，这些等等等等的，相信观众都看了不少吧。今天我们不是要讲怎么用 ChatGPT 赚钱这个题目，我们缺的是这点钱吗？我们缺的是很多钱呢。当我们在看 ChatGPT 的影片，常常会提到2个名词，一个是参数，另一个是 token。token 到底是什么？ token 是字吗？它跟字到底有什么差别？今天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谈谈 ChatGPT 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工程师 Gary， 这是一个分享关于科技、AI 以及生产力的频道。首先，我们来谈谈参数。随着神经网络不断的加深加大之后，我们常常就会听到，这个模型用了多少的参数，那个模型又用了多少的参数。这个表相信不少人也常常看到。那么参数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回想一下我们国中学到的数学课，2元一次方程式 y 等于 ax 加 b。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你2个点。举例来说，2、3、5、6，请你求 a、b 分别是多少？没错，这个 a、b 就是我们在神经网络里面提到的参数。以这个例子来说 ，y 等于 x 加 b 就是有2个参数。所以说，如果是 y 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 的话呢，会有几个参数呢？没错，3个。而这些超大型的语言模型里面的模型是各种堆叠，非常的复杂且庞大，用的参数可是越来越多。以 GPT-3 来说，就用了1750亿个参数量。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说，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参数呢？用了这么多参数又有什么影响？目前来讲这些拥抱大型模型的公司或者研究人员认为，越多的参数就越能捕捉住资料之间隐含的关联，就可以让这些模型更加的智能。而使用越多的参数，在模型做训练或者推论的时候呢，就需要越多的运算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y 等于 2x 加1跟 y 等于 4x 三次方加 3x 平方加 x 加1，同样给你 x 等于2，要请你算出 y 的话，是不是后面也会算更久呢？这也是为什么在 AI 运算这一块，常常听到使用了显示卡 GPU 用了多好多贵的新闻。关于 GPU 运算为什么会比较快，还有CUDA 这个东西，我们之后也会做影片和大家讲讲。再来，我们来聊聊什么是 token。你在和 ChatGPT 聊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是，你丢给他一大堆的文字，结果他就跟你说这段文字太长了，他没有办法回答， ChatGPT 就不跟你聊天了。你看，真是厉害，和 AI 聊天也可以把天聊死。难怪我心目中的女神，从上次跟我聊天之后说要去洗澡，洗了半年之后都还没有出来，真是令人担心难道我丢给他一大堆的文字，是 AI 嫌我啰嗦吗？还是他就跟我一样，看到漏漏等的文章就开始头痛了？ No， 这跟模型的 token 限制是有关系。所以说 token 到底是什么？很多 YT 影片中都会直接说 token 就是字。No， token 可不是字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打开 OpenAI 官方 API 文件上收费的说明，上面有写出收费的方式。以 GPT 3.5 Turbo 这个 ChatGPT 使用的模型来说，是1000个 token 收费 0.002 美元。那再往下看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一个 token 大约就是4个字母，那大概就是 0.75 个字。问题是，今天我是讲中文我到底要怎么样知道我今天送出去的文字是用了几个 token 到底是怎样？来，别着急。token 这个东西呢，确实就像上面所写的，它是部分的字。这里其实就意味着一定要有某个东西来做切分的动作，将原本的字切分成 token。那我们通常称这个东西叫做 tokenizer。举例来说，今天给你一段英文 ，This is a book， 配合一个 tokenizer 叫做 CL100K underline base 好了。这样的话会被切成怎么样呢？光说不做是不行的，让我打开 Colab 实际切给你看。现在我们要来教大家怎么算 token。这边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开了一个 Colab， 然后我会把程式码已经先写好放在上面，之后也会分享给大家，可以看这个可能置顶的留言。首先呢，我们看到这第一个部分就是安装 TikToken 这个套件。那这个套件呢是 OpenAI 他们有介绍过的。
在这个计算token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OpenAI 他们的介绍。从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个 encoding 的部分啊，它有说 CL100K underlying base 这个是 GPT-4 3.5 Turbo， 其实就是 tokenize 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切的时候呢，就会使用这个 CL100K underlying base 这个来切。那我们回来再看到这边计算有几个 token 的时候，我们就先 import tick token 进来，然后我们就把刚刚说的 encoding CL100K underlying base 这边输入进去。那我们现在就有这个 encoding 就是 tokenizer。那我们先测试一下 test string 这个是 tick token is great 这个字串呢是有几个 token。好，那我们执行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5个 token， 那每一个 token 它分别代表的数字是这一些。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tick token is great，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觉得它是3个字，可是这里 token 我们就会看到它有5个。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this is a book 字串呢，它会是几个 token？ 那这边可以看到，这里大概就是4个 token， 跟我们的理解就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测测看中文。中文的话，就测字段就是订阅工程师给予的频道。好，那我们来算算看。我们执行完之后呢，可以看到，它这边 token 的个数其实有16。那这边我们来算一下这个中文字有几个 token？ 1、2、3、4、5、6、7、8、9、10。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里有10个中文字，但是呢 ，token 却有16个。这也就告诉我们 ，token 跟字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样可能会问说，真的跟我们呼叫 API 的 token 数是一样的吗？那我们这边就来验证看看。首先呢，我们就先安装 OpenAI 的套件，接下来把我们要给的 prompt 或是就是说 message 先输入进去。那我们这边就先随便给一个例子，This is a book 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样执行下去，我们先用第一个方法 tick token 的方式算。那这个计算方式其实就也是参考 OpenAI 他们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上面介绍的，它后面其实有附到。那我们计算出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用了22个 token。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使用 OpenAI 的 API 算算看，这个 token 用的数量是不是一样。那这里呢，就把你自己 OpenAI 的 API key 输入进去。那我们就要来呼叫 ChatGPT 的 API。执行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回传的结果啊，有一些东西。那我们其实主要看 token 的数目有没有一样的话，我们就看这个 prompt tokens， 就是我们送出去的 prompt 有几个 token。那这里是22个，就跟我们上面算的是一样的。那这边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如果是中文的话，它会不会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复制这个订阅工程师给予的频道，然后呢，我们把要送出去的内容改成这样子。那再来呢，我们先用 tick token 算一下，看有几个。这边它算出来有使用了34个 token。好，那我们来呼叫 ChatGPT 的 API， 看看用了几个 token。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prompt tokens 这边也是34个 token。所以呢，这样你就应该会算 token 了。这就是 token 的算法。就是这么简单。OK， 经过刚才我前面专业的讲解，相信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算 token 了吧？在目前训练 Transformer 这类的模型，通常都会经过这个 tokenizer 的动作，我们称之为 tokenize。那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我们的模型输入一定要回归数字嘛。如果 y 等于 ax 加 b，x 等于小明的话，那这个时候 y 要怎么算呢？那就算不了了吧。所以 tokenize 这个动作呢，是把每个 token 给它一个数字 ID， 再送进去整个 LLM， 不管做训练或是推论的动作。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那个2500个 token 就是2500个字嘛，这时候你就要告诉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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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让我算给你看。接着我们来讲讲为什么有 token 限制这个东西。从 OpenAI 的官方文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每次使用都会有个 token 的上限，也就是4096个 token。这也代表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能一次送出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没有办法打一大堆东西跟他聊。那这是为什么呢？通常每一种 LLM 在推论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token 的上限，这是因为运算的硬体资源是有限的，每个模型架构很大很复杂，通常也代表每次推论要使用的记忆体量也会跟着增加，而硬体的记忆体上限是一个固定的值。这也是为什么 token 的数量是没办法无限制的输入进去。另外，这个 token 上限呢，通常都在模型架构设定好之后就已经决定了。
这时候聪明的你就会问说啦，那为什么 ChatGPT 它能记得之前讲的东西呢？如果前面 token 用满的话，它要怎么记得呢？这边如果我们翻开 OpenAI 的官方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提到，在每次 request 的时候呢，之前的资讯呢也是必须要提供的，因为模型呢并没有办法有之前 request 的记忆。那如果对话的 token 数已经用满的话呢，他说怎么办？你就必须要有某种方式去缩短之前的对话内容。从这边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有记忆，而是把之前的对话要么完整的放进下一轮的对话，不然呢就是把上一轮的对话做某种程度的精简之后呢，放进新一轮的对话。这也是有些人会发现，和 ChatGPT 聊久了之后，他之前讲的东西可能他就忘记了。OK， 这几年 AI 的领域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特别是近几个月，生成式 AI 的模型呢，真是大放异彩，讨论度是居高不下。GPT 这类的模型，目的就在于精确的预测下一个 token。在前阵子 GTC 2023春季的会议 ，OpenAI 的Skiven 吗？跟 NV 的 Jason Huang 对谈时，有讲到一个例子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当你读一本侦探小说，里面的剧情呢，曲折离奇，峰回路转。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呢，书上问你犯人是谁。如果一个 AI 能正确的回答出犯人的名字的时候，你会认为他是有智能的，他理解了前面的故事情节，经过逻辑推断后，才能精确的预测出犯人的名字是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精确的预测下一个 token 就是智慧的表现。希望今天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了解参数和 token 这两个名词。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不要忘记点一个赞，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工程师Gary，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